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完全基于手势追踪的魔法 RPG 冒险 VR 游戏，叫 Drag Here， 原名是叫 The Last Dragon，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手势追踪版的无界术士。核心设计思路两者是非常像的。目前游戏的阿尔法版本在 SideQuest 上免费体验，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一下。其实关于 VR 手势追踪游戏的适用题材，评论区里我看到大家提及最多的就是像火影或者幽灵线东京那样的手势结印，因为这种施法是现有方案里唯一一个不考虑震动反馈也很有沉浸感的玩法。这款游戏很好的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虽然不能利用复杂的组合手势，但起码能给你一种像僵尸道长夹住符纸施法的那种感觉。游戏里你是一名极具天赋力量的魔法师，可以用不同的手势来使用冰与火这些自然元素魔法，跟不同种族的敌人来战斗。我初体验了一下，游戏确实有不少惊喜的地方，未来还是相当具有潜力的。尤其是游戏开发者还想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平移移动机制，去试图解决手坠游戏最难攻克的一个点。那当我们进到游戏一开始，就是一段关于如何使用手势追踪的教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手部模型还是做的相当精致的。然后这个游戏它是加了这个 APP-SW 的插帧技术，但老实说，就现在这个 Alpha 版本的状态还是掉帧的比较明显，因为它的魔法效果真的是一点阉割都没有。我觉得它是所有 VR 机游戏里面魔法效果做的最好的。比如说待会儿看到这个火焰效果真的是又闪又亮。那现在我们要学会这个魔法施法，第一个就是火球施法。只要你拿出你的右手，手掌向里比出一个开枪一样的手势，那你就会启动这个火焰魔法。这个火焰魔法会萦绕个2秒左右，等到你的手彻底着火之后，你就可以向前释放。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旁边有几个小火球，也就是说你总共发射几发。每一次你激活自己的火球魔法，你可以释放4颗魔法炮。那你可以双手同时进行激活，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旁边有4颗火球，那你可以把这4颗火球分别一一的给发射出去。发射完毕之后，它会有一个缓冲 CD 的时间，这个你就需要在实际战斗中去把握它的这个时间点。接下来我们要学会使用它的魔法盾牌。魔法盾牌呢，就是你的手掌向里，然后握拳。握拳同时你要做一个位移，就是你不能直接握拳，直接握拳是不能激活盾牌的。你要握拳之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稍微移动一点点位置，它会在你移动位置的终点处才会出现这个盾牌。所以大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要觉得说什么手势追踪识别不精准，那是因为你可能对这个理解有误啊，必须是在你进行位移的终点处它的盾牌才会出现。这个跟这个无界术士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是如何进行快速转向，你的眼前会出现一个虚拟的陀螺仪，你只要用你的手挥一下它就会朝你挥的那个方向转向，就是说你可以用左手也可以用右手，你只要自己记住现在转的方向到底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转向其实有点多此一举，在实际战斗中我觉得我们人是可以自己转的，其实没必要用到这个快速转向。但是它接下来这个平移机制真的是手势追踪游戏里面做的最好的。那同样是你眼前的这个虚拟陀螺仪，你用你的左手敲一下它，这个陀螺仪就会处于一个旋转的状态，你就激活了这个平移机制。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移动，你可以向前迈一步，向前迈一步的时候你在游戏里就会向前移动。我自己试了一下，其实你不需要向前迈一步，其实它主要就是说感应到了你的 Quest 的头显偏离了原来的位置，那它就会朝偏离的位置去移动。所以说我们只要像我这样向前倾，或者你做一个低头的动作，它就会移动。然后这个移动的速度其实是有点快的，你感觉是在整个地图里面进行滑行一样。所以它这个机制呢，启动是真的比较方便的，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你只要稍微倾斜一点身体，让你的快兔偏移原来的位置，它就会朝那个方向移动。但真正的问题是你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你竟然会控
控制不了，就是说你让它启动很简单，但是你让它停下来很困难，而且一旦开始移动之后，你会有点速度不受控制。那这一点的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容易会因为不同的加速度的频繁变化而导致快速的造成晕动症。所以这个游戏里当然也是会给到你一个传送机制。传送机制的话也很简单，就是你的手背向里，手掌向外，放在你的身前，然后从闭合到张开，就代表你要向前传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一定要是从你的手掌闭合再张开，绝对不能是你的手掌就直接张开了直接拿过去，直接张开了拿过去是识别不了的。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手势动作，它有一个闭合到张开的一个完整过程，就跟前面那个盾牌一样，你一定要握拳之后再做一个位移动作，从起点到终点，在它的终点出现盾牌。同理，这里也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我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当你觉得手势追踪好像突然间有点不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做的这个手势是不是跟我这里提到的一样，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起点和终点，你直接做到了终点那个手势，忘记了起点的那个手势，这样没有形成一个过程的话，那它这个手势就不能被识别。然后在过程中你会遇到这样一个水晶圣女，她会给我们一些就是武器技能的选择。它这里需要我们打败敌人的这个水晶石来兑换，那我们现在选择最右边的这个就是响指爆炸技能。根据它的这个技能指示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火魔法击中敌人之后，他的血量或者是他的身体上面会有一个火的提示。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打一个响指，它就会直接爆炸。我们这里做一个演示啊，比如说我现在击中前面这个敌人，那大家可以看他的血条左边出现了这个火的一个标识，那这个时候我打响指就会造成一个爆炸，直接把他们两个敌人全都给炸毁。当然，你也可以选中间这个斧头技能，就是你可以抓起你身边的这个斧头丢过去，它的行走路线永远都是直线的。等它飞出去之后，你再往回一拉，它就可以收回你的手上。然后就是这个冰剑技能，当你拿到这把冰剑的时候，你从你的身边拿起，然后一拔开，它其实是一个 AOE 技能，它会对你周围所有的敌人造成一个 AOE 的冰属性的伤害。这3种技能呢，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使用。那上面这些呢，就是这款游戏的阿尔法免费测试版本给到的一些基础操作，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它应该是符合我们对于手势追踪在魔法手势方面的一个应用，其实是蛮符合直觉的。但是，一旦你在战斗过程中有点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会就觉得手势追踪有点跟不上你的动作，这是目前手势追踪游戏不能在非常激烈的游戏中运作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这款游戏它虽然用了 APPSW 插帧技术，但是目前来看，因为它没有阉割魔法效果，所以说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如果一旦敌人多的话，它的卡顿和掉帧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一旦正式版本发布的时候，它的可能魔法效果就没有现在这个版本做的那么完美。反正到时候我们静观其变吧。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蹂躏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